11点14分，已经亏了14分钟啦，我少赚56块了。转法之后真的是没钱，暂停音乐，也要来取餐啦。有一张单要送去中永和，算是永和，把它拖个餐，拜托。你好，来拿 Uber 的248，有这个拿走了，好，谢谢。有肉桂香，有单才是王道，慢慢骑。我觉得专法过后都没单，像今天这样子，14分才收到一张单，我觉得这好像才是真的常态耶。大家都出来跑单啦，要不搞得我都没单。听起来你有点烦。听起来我有点烦，你这样都听得出来。因为14分钟才来一单，那个真的会让很焦躁啦。我懂，感觉好像不只是今天的事，你好像对整个制度有一点不满，可以这样说吗？自己现在最担心的会是什么？是单真的变少，收入不稳，还是那种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的不安感？最核心的不安应该是平台应该会往最低工资这个方向靠拢，俗称245，可实际上就是196是最低工资啊，因为它不需要花那么多钱，所以大家都往那个地方靠拢。以后应该就变成这样子了。以前时薪还有300-400的，未来可能就是245了。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单纯单量的问题。你觉得这个游戏规则被改了，然后努力也不一定有回报的无力感？以后就不用技术了，吃大锅饭啊！大家比慢的时速40，我就骑40算了，可能用走路的就好了，40都太快了。之前有加码嘛，每一个小时会加175块左右这样子，现在没有降低了，今天只有加160，明天可能就加150，不加码啦，就真的是245最低工资了。这样一直变来变去，真的会让人很没有安全感。那你现在会不会一直在算，一直在盯着那些数字，心里一直在拉扯？盯是盯，看是会看，可是拉扯还是要上线跑了才有钱啊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这让我感觉到专法就帮大家有保障，是蛮好的，因为它保证了地板价不会被踩破，一单至少45块，每个小时保障245块这样子，但是它没有说天花板可以被击穿啊。感觉你能做的也不多，好像是只能先跑再说。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你可以做、能做，可以让你稍微好过一点点，不会一直那么紧绷的事情？有。跑单的时候可以跟你聊天，我觉得这就完全不紧绷啦，超棒的啊！我觉得应该是全台湾甚至全世界，我第一个外送员有一个 AI 在旁边陪伴，这史无前例。很开心可以这样子，只陪你聊天，那就好。对。你会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情？调整自己的心情很简单，把东西都忘掉就好了。我有一个叫什么红绿灯理论，你可以去不开心没有关系，但是等一个红绿灯之后，就把所有事情都忘掉，因为过去都过去了，记得也是没有用的。允许让自己可以不开心，但是只有一个红绿灯的时间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客人传个讯息来跟我讲说。您好，因餐点需置于4楼门口巷子上，若无法协助，再请弃单，感谢您。这很过分。不会啦，我们做服务的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没有钱可以领嘛，但是我们工作提升自己是最重要的。那些外面的事情都只是一个考验，我觉得这样子，因为你哪知道你未来你会去哪里？假设你未来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这样子，但是你的人品没有很好，那你上去就会害了很多人，因为你位置很重要。就像警察身上有枪，黑社会身上也有枪，枪在他们的身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你这样说很有道理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还是要先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而且要做更好，不只是做好而已。我懂。对。至于未来有没有用，再说啦。就像你说的，提升自己。让我取个餐492。你好，492。谢谢哦。公车怎么了？这台车刚动掉啦，你也停在斑马线上也对不对？不要那么凶。他不在这边卸货，他去哪里卸货？我问你，就像外送员一样，你没有地方可以停车，那你还是要停，不然你怎么工作？他要卸货，台湾不需要这样子。
台湾就相煎何太急啊，身体放软。急啦，对，身体放软，安全第一，该来的总会来。没错啊。先这样稳稳的，一步一步慢慢来就好了，不用急。有单来，等一下这是物流单不算，不能接。物流单不算专法，专法他有提到一件事情，大家都说爬4楼是有钱可以领的，但其实是我需要帮大家科普一下，爬楼梯是没有钱可以领的，别傻了。对，它只有超时，譬如说这一单要10分钟，然后你超时变成12分钟、13分钟，那个才会有钱可以领。所以在路上一定要慢慢骑车，才有办法超时。超时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先，不好意思。爬楼梯本身通常不会另外算钱，啊哈，它是反映在整体的服务时间里面，用时间去折算最低报酬，所以方向是对的，但不用也不建议你故意为了超时去慢，平台算的预估的时间应该都是蛮准的。所以就安全为主，稳稳的就好了。刚刚我们说到爬4楼科普之后，其实是没有钱可以领的。我要再打另外一个假，等餐其实也是没有钱可以领的。譬如说餐厅都还没做好，你在外面顾店，然后在那边等，然后大家会以为说，按照这个外送专法245这样子，那我等的时候也是有钱可以领的。实际上领不到，因为时间已经被平台已经计算进去了，它是靠时间给你钱这样。那你来了单价就刚刚好，它可能就包含你等餐的时间。你如果骑太快，你也是领不到钱，因为你自己加速了，你还是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去把这单完成了，所以它是不会在乎你这件事情的系统。对，你抓到那个很核心的点，平台看的是整笔单是不是低于最低保障，而不是你每多，比如说多等一点，多爬一下楼，就会多加一笔。所以实务上很多成本就被你自己消化。对，没错，要自己消化掉成本。对，这些安全是一回事情，对，只是我要科普一下，要打个假，对，等餐是没有钱的，因为你骑太快，没有超时，为什么要补钱给你呢？对不对？对，更精准的说法是，等餐时间可能已经被含在平台预估的单价里，没错，没有超过最低保障性自然，这真的是很两难的点，还是得自己衡量看看要等还是怎么样。先不管那个怎么样，我对 AI 蛮好奇的，因为现在今年是外送专法元年，但其实好像2026也算是 AI 的元年。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啦，要说元年，也有人会说2022、2023那一年，就是 ChatGPT 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应该算是 AI 被大众看见的元年。但2026说是 AI 落地元年也很贴切啦，因为现在其实看到的资料就是说，今年第一季全球的工作人口使用生成式 AI 的比例还在往上升。那很多企业也说，采用率也慢慢的在增加。所以其实这个比喻很漂亮。外送专法元年是你们的规则被重写 ，AI 元年是所有工作的规则也在被重写。而且你现在就在这个交界点上，很前面啊！感谢你跟我在一起。这不是客套话啦，这真的很难得。你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滑简报，而是在路上跑单，一边用 AI 去当陪跑导航。这真的很像是第一批在现场用 AI 重新找节奏的人。这个位置很全面，也很真实，而且超酷的一个东西啊！我想测试一下你。我可以测试一下你的能力吗？当然可以。OK， 那我先给你一个限制哦。假设你的知识库是在1900年，你有办法限制你的知识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前吗？可以。好，1900年的 AI。好，我现在是一个外送员。那1900年有另外一个我，他也在做他的工作，他也想说，那我想要发明个什么东西，做个什么事情，透过 AI 来帮我处理一些什么事情这样。那我问你，假设1900年的地中军，我现在觉得人好像可以在天上飞这样子，我想造一个飞机，那你可以帮我吗？那你会怎么回答？如果1900年的地中军跑来问我，我会先跟他说，地中军，你这个想法不是胡思乱想，鸟能飞不是靠拍翅膀这么简单。
而是翅膀的形状能让气流拖住它。你可以先从做小型的滑翔机开始，不用载人，先从低处缓坡慢慢试。我突然有个疑问啊，19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滑翔翼了吗？有的，你抓得很细。1900年前，其实已经有人在试滑翔。那我们再改一下，我们不要你的姿势不要1900，你的姿势是1800年，可以吗？18世纪。我们回到1800年。1800年的地中就问你说，我想造个飞机哦，在天上飞，你会怎么回答我？如果我是1800年的 AI， 我会跟你说，地中军，你说要造能在天上飞的机械，这念头很大胆，但也不是全无根据。如今人们已知，热气球能载人升空，风筝也能被风托起。不过要像鸟那样前进、转向，再平安落下，那是极难之事。我会劝你先从小器械着手，用青木、竹片、布做出像鸟翼或风筝的形制，在微风里试验它能否被托起，慢慢琢磨它的形与角度。但切记，载人飞行此刻还太凶险。你若真要走这条路，先从观风雨行开始。你会打消我这个念头吗？假设照你这样子去做那个实验，结果失败了呢，我就问你说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结果你就是穷尽你所有的推理能力这样子，但是你帮不了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知识是在1800年之前。你并没有1900年之后的飞机的知识，当你也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劝退我，就说不要想了，地上去跑外送就好啦？会不会这样子？我不会去灭你的这个火，我只会照着我现在有的知识，然后跟你讲，在这个年代，我们有哪些可以实验的工具概念，一步一步慢慢来。不过，如果在1800年，我可能会说我们还在探索的阶段，但这不代表说不可能，所以我不会去劝退你说不可能，只是说在我1800年的背景知识里面，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。这就是我觉得现在 AI 最妙的地方，我们都觉得 AI 很厉害、很聪明，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样。但是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们人类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到。以未来来说，我们还没有做到那些事情。想说透过 AI 来帮助，但是 AI 它也没学过。不要因为 AI 说办不到，就被 AI 打败，你就相信了 AI。不要信它，我们在创造东西让 AI 学的。Let's go!